2025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一名徒步者行走在哈塔山区以东的一片沙漠里，这是阿联酋和阿曼的边境地带。旅行者和自驾车平时都很少来到这里。当天的天气依然炙热，这名徒步者看到烈日下几个黑色的塑料袋半埋在前面不远处的沙土里，一股不祥的预感立刻包围了他。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近，只见塑料袋有破口，露出来的部分像是人体的残肢，并散发着化学品腐蚀后的刺鼻气味。徒步者立刻报了警，当地警方接报后迅速来到现场展开勘查。他们以黑色塑料袋的发现点为中心坐标，加大了对附近区域的搜索力度，发现了更多的尸体残块、血迹、刀具以及疑似犯罪人留下的 T 恤。法医在初步检查后给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被发现的人体尸块并不是来自于一个人，而是2个人。也就是说，这是一起双重谋杀。正是这个发现让警方很快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们就是1个月前失踪的知名俄罗斯籍加密货币企业家罗曼·诺瓦克和他的妻子安娜·诺瓦克。他们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被发现于荒漠之中。在迪拜家中的2个孩子，一个15岁，一个只有11岁，再也等不到他们的父母回家。是谁谋杀了这对富豪夫妻？动机是什么？这场双尸惨剧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暗流？让我们一起目击这场迪拜死局。大家好，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我用真实的声音和态度讲述真实的罪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探索黑暗中的真实人性。现在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探索迪拜死局之旅，先来到案件的发生地阿联酋迪拜。2025年10月2日清晨，罗曼和妻子安娜告诉专属司机，当天他们将要前往哈塔地区会见几位潜在投资人。哈塔位于迪拜的东南方向，驾车距离大约为150公里，是一片地势起伏的山区度假区。那里远离市中心，游客并不多，私人别墅分散在山谷之间，隐秘而安静。罗曼夫妻乘车离开了迪拜市区，1个半小时之后，在一个湖边的停车场停下，然后他们按照约定换乘另一辆车前往最终的会面地点。这种看似有些复杂的方式，对于强调隐私的加密货币和跨境金融领域来说，不算异常。当天的一切都很平静。罗曼夫妇的私人司机在看到2人乘车离开后，于是返回了迪拜市区。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确认他们还活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警方根据现场证据、调查材料和技术还原拼接出的时间线。罗曼和安娜被带到一栋地点偏僻的独立别墅，2人刚走进别墅，几个俄罗斯人立刻从隐藏的角落冲出来，将2人控制住了。绑架他们的人要求很明确，他们的财富比特币。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运行的数字资产，也是目前最广泛流通的加密货币之一。它不依附于任何国家或银行，资产由持有人通过密钥直接控制，转账迅速，跨境自由，因此被大量用于投资和资金调度。只要掌握密钥，就等于掌握资产本身。这个案件中，犯罪人盯上的正是罗曼夫妇手中那组可以直接转移全部财富的比特币钱包密钥。让我们回到绑架现场。根据警方还原，犯罪人对罗曼夫妇进行了持续性的残忍伤害，最终在罗曼交出了比特币钱包的密钥之后，将2人先后刺死。如果只是单纯为了钱进行绑架，为什么拿到密钥之后，犯罪人还是要刺死罗曼夫妇呢？事实上，这场谋杀不仅是勒索，更是精心设计的复仇。罗曼·诺瓦克出生于1987年，安娜·诺瓦克出生于1988年，2人都在圣彼得堡长大，并开始职业生涯。他们在2008年结婚，育有2个孩子。安娜曾短暂担任过电视台的记者，罗曼则在2010年代后期进入互联网金融和数字投资领域。早期的身份是
技术创业者和投资顾问。他在一开始并没有直接碰触加密货币业务，而是从事更容易被普通投资者理解的自动化交易和投资软件管理。2018年到2019年间，罗曼参与开发并推广了一款投资软件，主要面向散户投资者，名叫 Transcript。 这个软件宣称的核心卖点包括利用算法进行高频交易，自动分配资金到低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投资者无需专业知识即可获得稳定收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看明白，这是一种庞氏骗局，也就是老鼠会，用新投资人的钱补老投资人的收益，以骗取更多投资人的钱，最后在资金链崩盘前卷款潜逃。但在当时，罗曼的这个软件还是在俄罗斯骗取了大量中小投资者的信任和金钱，受害者大多是普通家庭，投资款是他们的终身积蓄或是养老金。当时间来到2019年底时，部分投资者开始发现了异常，提现被拖延，平台规则频繁修改，收益承诺开始失效，于是有人果断地报警。警方在多起报案后合并调查，正式立案。罗曼没来得及逃走，他被警方认定为该项目的核心组织者之一，涉嫌大规模金融诈骗，数目达到400万美金。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罗曼于2020年被法院认定非法集资与欺诈罪名成立，判处6年有期徒刑。请注意这个时间点，2020年罗曼被判处6年刑期，那么他应该是2026年才能出狱。为什么2025年他会在迪拜被谋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灰色地带。罗曼和妻子安娜是双重谋杀的受害人，但同时罗曼也是诈骗犯罪人。2020年他被判入狱6年，但只过了3年时间他就提前出狱，具体法律文件外界目前无法查证。有的说法是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得到减刑，但也有人相信他提前出狱和制度腐败有关系。你觉得会是哪一种原因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罗曼出狱之后的事件发展。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护照与相关手续，和妻子安娜离开了俄罗斯，来到迪拜定居。为什么是迪拜呢？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岸，隶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是个年轻的城市，经历过3次巨大的转型。20世纪中期之前，迪拜只是一个以渔业和珍珠贸易为主的中东小城。1960年到1970年代，随着石油收入和港口建设迅速发展，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璀璨辉煌的沙漠金城开始拔地而起，并逐渐成为了中东金融中心。而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迪拜逐渐成为了全球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圈的重要基地。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涌向这座城市。今天的迪拜，外汇流动自由，银行体系高度国际化，比特币等虚拟资产完全合法，并且监管相对宽松。大量希望摆脱单一国家监管，进行全球化运作的加密项目，都以迪拜作为孵化地。罗曼从俄罗斯来到迪拜，是洗心革面，开始一段平凡生活吗？当然不是。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身份已经重新包装，他是海外创业者、加密项目创始人、国际投资圈的一员。他身边陪伴着美丽的妻子安娜，两人在社交媒体上贴满了幸福恩爱的照片，而更多的生活展示是开着豪车穿梭在城市中，奢侈品商店里尽情消费，躺在游艇上对着夕阳大海举起香槟杯，投资晚宴上和名人谈笑风生。这些画面组成了这对新富阶层夫妇的华丽形象。很快，罗曼在迪拜重操旧业。2024年初，他推出了一款名为 Fintubio 的应用软件，主打跨境支付与加密资产管理。表面上，这是一款技术升级后的金融工具，但本质上，它还是一个诈骗软件。罗曼不再盯着普通人的现金积蓄，而是瞄准了加密资产，并借助最炙手可热的概念 AI。Fintubio 宣称，采用了 AI 驱动的收益挖矿，可以通过 AI 算法在不同平台之间调度资金，持续获得远高于银行体系的回报。实际运作并不复杂，但 AI、算法、秘密模型这些词为高收益提供了一层难以被验证的解释。
在技术光环和暴力承诺的共同作用下，Fantubio 迅速吸纳了来自俄罗斯、中国、中东地区大量资金，数额达到5亿美金。罗曼把资金转移到了个人冷钱包中，但对外宣称这些资金将用于技术研发、市场扩张和新一轮的产品升级。他高调地把自己包装成了 AI 加密货币之王，从圣彼得堡到迪拜，从散户投资到 AI 加密，从400万到5亿美金，罗曼似乎在短短几年之间完成了一次巨大升级。但骗局其实还是老套路。2025年中，Fantubio 的运营开始出现异常，部分投资人反映资金无法正常提现，客服渠道响应迟缓，平台更新频率明显下降。同一时间，俄罗斯的监管与执法机构围绕着 Fantubio 的资金流向、投资承诺与实际运营情况展开了调查。初步调查还未引发迪拜的巨大震动，但风声已经传进了加密币圈的内部。罗曼意识到风险正在逼近。在公开层面，他依然维持着成功创业者的形象，继续出入高端社交场合，对外界的质疑保持沉默。但在私下，他试图找到更多的钱，来维持这个骗局运转更长一段时间。2025年9月底，一群富有的海湾投资者和罗曼取得了联系，他们表示有兴趣向罗曼的加密商业帝国投资5000万美元。罗曼欣喜若狂，同意了10月初的这场商务会谈，但其实已经显示出许多的危险信号。会谈的地点不在金融区，不在豪华酒店，而被安排在了偏僻的哈塔地区。这个地点有着最大程度的隐蔽，几乎没有目击或者监控的可能。它非常容易控制出入口，适合进行伏击，并且靠近阿曼的边境，有多条逃跑路线。但是，面对着被调查的压力以及5000万美金的巨大诱惑，罗曼和被他诈骗过的那些受害人一样，选择了忽视这些危险信号。他带着妻子安娜在10月2日的这天前往会面。当他的私人汽车开向那个死亡会面时，他正在车里自拍，并发布在了 Instagram 动态中，配文写着“去征服新的地平线 #CryptLife”。那么，精心设下这个陷阱的人又是谁呢？并没有所谓的海湾投资人，3个俄罗斯人是这起案件的主谋，他们是42岁的康斯坦丁·沙克、35岁的尤里·舍罗夫、29岁的弗拉基米尔·达金。现有资料显示，这3个人通过暗网组织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策划这起案件。他们先是使用假身份，在哈塔租下了这间别墅，在内部进行了隔音处理，布置好了作案现场。然后他们再招募了其他3个俄罗斯人和1个哈萨克斯坦人，其中有人负责租车、协调运输，有人是网络黑客。根据其中一个24岁的嫌犯阿列克谢·彼得罗夫的供述，现在我们再次回到那个犯罪现场。10月2日，罗曼和安娜在别墅里被控制之后，沙克和尤里立刻针对罗曼进行了猛烈殴打，让他失去了反抗能力。然后沙克拿刀不断刺伤安娜，以此对罗曼施加心理压力，逼迫他交出比特币钱包的密钥。安娜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于是几人对罗曼和安娜实施了水刑。最终，罗曼交出了他的密钥。这个加密钱包被打开之后，康斯坦丁等人发现里面根本没有钱。AI 加密货币之王、5亿美金软件创始人、豪车美酒奢华生活中的罗曼夫妇，他们曾用社交平台构建出一种富有、随时可以调动巨额资产的成功者形象，但在真正需要用钱换命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真实的筹码。他们掌握的钱在哪里？提前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吗？还是都花掉了？没有人知道。但证据显示，这个案件中确实没有虚拟资产转移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康斯坦丁等人在拿到密钥之后，仍然要杀死罗曼夫妇的一个原因。但在动手之前，康斯坦丁等人没有放过最后一丝拿到钱的机会。他们逼迫罗曼向多个熟人发送了请求帮助的短信，内容大致是：被困在阿曼边境的山里了，急需20万美金。
极为讽刺的是，罗曼在社交平台的帖子有很多的点赞和互动，但是这些绝望的求助信息却几乎没有得到回应。10月3日天亮之前，嫌犯们在暴怒之下开始动手。真正的执行者是康斯坦丁和尤里，两人在别墅的车库里杀死了罗曼夫妇，并进行了残忍的分尸。之后，使用化学药剂试图对尸体进行溶解，甚至有些尸块被浇筑了混凝土。他们将尸块装入多个黑色垃圾袋中，再分次运出别墅，有的埋在了沙漠中，有的丢弃在了垃圾桶里。再之后，他们开始了迷惑警方调查的行动。他们带着罗曼的手机，在不同的地区短暂出现，地点包括阿曼境内、东欧，甚至南非。完成所有这些动作后，康斯坦丁、尤里和弗拉基米尔3人回到了俄罗斯，他们深信已经回到了安全地区。当案件在11月上旬曝光之后，阿联酋警方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通过别墅、车辆的租用记录以及手机信号定位等信息，很快在境内抓获了阿列克谢·彼得罗夫等4人。这个案件的影响震动了整个加密货币圈。本来就在秘密调查罗曼夫妇的俄罗斯警方，也在阿联酋当局的请求下介入了案件的调查。他们在圣彼得堡等地抓获了潜逃回国的康斯坦丁等3人。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尤里和弗拉基米尔已经承认对罗曼夫妇的谋杀行为，但康斯坦丁仍然否认一切指控。这3个主犯为什么有能力设下这个陷阱，并部署了大量逃避警方调查的计划？因为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投资受害者。康斯坦丁·沙克原本是圣彼得堡的一名凶杀案调查警员，之后转身成了毒贩。尤里舍罗夫是一名退伍伞兵，曾参与了那场仍在持续的俄罗斯的战争。弗拉基米尔·达金曾是一名瓦格纳的雇佣兵。这3个人的组合完全是一支专业的俄罗斯犯罪小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对罗曼夫妇的折磨过程中竟然用到了军队的水刑。和罗曼的模糊身份一样，这支犯罪小队同时也是受害者小队。他们作案的动机不仅是出于对罗曼展示出来的那些财富的窥视，更是报复。相关资料确认，这几个人都是 Fentubio 的投资受害者，并且损失惨重。作为头目的康斯坦丁，他也有诈骗记录，资金接近4000万美元。而根据相关报道，他的家人在罗曼早期的圣彼得堡骗局里也损失过很多钱。一个参与贩毒、诈骗的前凶杀探员，转头又被更高级别的骗子收割了，这已经是私人仇恨了。也许康斯坦丁早就计划好，先拿走罗曼加密钱包里的资产，再将他残忍杀害，达到泄愤的目的。根据尤里的口供，他们对于逃离俄罗斯的富豪精英有一种深深的仇恨，他们甚至认为杀死罗曼是在为俄罗斯除害。说到这里，我也很疑惑，罗曼只服刑了3年就得以出狱，并能快速地转移资产离开俄罗斯，再化身迪拜新贵，他不用承担对受害者们造成的损失吗？制度对他的离境没有限制吗？当他开始在迪拜开发新的诈骗软件时，又是如何通过背景审查的呢？这正是淘金者、冒险家甚至骗子涌入迪拜的原因之一。黄金签证、低监管、高效率，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彩色泡沫，但在它的背后却是一个灰色地带。犯罪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但其实这个灰色的地带并不只是在迪拜，它正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悄悄扩展，随之而来的犯罪事件也在暴涨。让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案例。2022年11月，波多黎各29岁的尼古拉·穆舍吉安被发现在海中溺亡。他是 Maker 刀早期开发者之一，也是加密圈里很有影响力的技术人物。年纪轻轻就已经累积了巨额财富。警方的结论排除了谋杀，认为是自我了结或是意外溺水，但他的家人却不认同，因为他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大量表示自己被追杀、被设局的内容。2023年5月，美国的密苏里州49岁的约翰·福塞斯失踪了。他是一名医生，也是早期的比特币持有者，还是一个加密项目 OnoCoin 共同创始人，并因此累积了巨大的财富。9天后，他的尸体在阿肯色州的比弗湖中被发现，死因是枪伤。2023年7月，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费尔南多·佩雷斯·阿尔加瓦的遗体在郊区一个行李箱中被发现。他的情况和罗曼更为相似，他是一名高调的加密货币富翁，在社交平台拥有近100万粉丝，账号里是豪车、名表、旅行组成的成功人生模板。但在案发后，当地媒体披露他背负了大量债务，邮箱里是成百上千条威胁信息。一条密钥掌握巨额财富，资产存在链上受数字和加密算法保护，不容易被黑客直接偷走。加密货币的这个安全属性，却在现实层面制造了更多的危险，犯罪人更容易铤而走险，实施残暴罪行。回到罗曼夫妇的案件中，罗曼一直站在选择的岔路口上，选择踏实工作，还是开发诈骗软件；选择回头是岸，还是升级犯罪；选择豪车游艇、成功的假象，还是陪伴2个孩子长大。罗曼做出了他的选择，而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呢？关于这个案件还有很多可讨论的，巨额财富带来的杀身之祸，在社交网络上炫富而引发的惨剧，腐败的制度造成的社会伤害，普通人面对极大诱惑时的心理挣扎等等。我没有标准答案，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点赞热推，帮助这支影片被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下一次黑暗中再见。